赵露思希望以后能演类似的角色，变化不大。一反套路设定的网剧，露思一夜爆红。甜糯软糯的赵露思搭档许开聘正在热播的《女弟子来太学》，她的颜值和剧情魅力加上酸酸甜甜的口味，让观众应接不暇。从我的皇帝陛下到意外捡到爱，一部又一部，她搭档了众多演员，赋予了他们的剧情独特的品质。在《太学女弟子来》中饰演桑琪的演员赵露思表示，演员要演的角色很多，驾驭的范围很广，但是如果他们获得的机会不多，演好一个特定的角色仍然是一种被认可的方式。故事发生在宋代，由子牛新闻扬子晚报记者讲述。故事中，桑琪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，想成为国子监第一位女学生。这位女主人打算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大学学业。一路上，他通过拉近他与妻子的距离来帮助他的兄弟实现他最后的愿望。故事呈现了一个奇异的设定，有趣的男神和开朗的女主人公，两人的关系在剧情的前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随后，他们合作查案，寻求悠闲的观剧体验，而选择这部剧作为自己的选择绝对没有错。赵露思是个浑圆的胖娃娃，笑起来能融化人心。她的演艺生涯为她塑造了充满机智、智慧、脚踏实地和有趣的角色，也因此她成了傻傻的傻白甜言情系列中无价之宝。即使她只擅长演充满甜蜜和纯真的宠物剧，她仍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发现。剧迷对桑琪这个角色很感兴趣，因为她不断被人们的关注、改变和重塑。此前，这种关注度都集中在赵露思的其他角色上，也就是说，很多人都觉得她长得可爱、聪明伶俐、智商在线。每个角色对于故事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。赵露思表示，每个人都有完美独特的性格，在保持积极乐观的同时，他们以不同的视角互相挑战，这些差异引起了极大的兴趣。拍摄期间，剧组成员赵露思以喜剧演员的身份在私生活中频频使用画风，让大家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情。当她说每个人一直都很开心时，她并不是在开玩笑。她还表示，这个故事并没有与剧组的绘画风格相提并论。角色变得更相似了吗？既期待变化又寻求新的可能性。数据显示，宠物剧在2017年进入孵化阶段，引发了宠物剧和主题剧的长期增长趋势。为晚餐制作一部宠物剧很有挑战性，因为非常规的性别角色和在线角色设计打破了常规。一个成功的系列还必须包括对主角外貌、性别和表现的重大改变。没有这些关键要素，几乎不可能让观众参与到故事中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剧集加入了多方、大群的设定，想要脱离传统设定越来越难。有的演员利用剧集走红，进一步发展演艺事业，有的则享受着角色和流量的红利。有的利用人气谋求转型，利用人气谋求长远发展。有网友表示，能够在天花板上带领甜宠剧走向成功，是一项吸引人的技能。我对赵露思主演的电视节目的体验是积极的，他们充满了高能量撒。在考虑选择与以往作品有出入的角色之前，赵露思担心会被锁定在某个角色中。她很重视她从工作中得到的肯定，并承认她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角色。赵露思也很欣赏她的很多同事都有类似的角色。当被问到选择类似角色的原因时，她回答说是因为演得好被认可了。赵露思的心戏对她来说就像是自画像，当她能够表演时，她就会明白如何扮演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色。赵露思喜欢扮演宠物角色，喜欢需要更多练习的挑战。她也期待更多正面宠物题材的剧本，也想向前辈演员学习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。赵薇还表示，高水平的表演需要考虑的方面太多，需要继续学习来自她的同龄人。强调她未来的变化，她宣称，我确信我不久的将来会发生重大变化。我现在的角色与我曾经扮演的角色不同，我有目的地探索这一点，希望找到新的解决方案。他们真的是那样吗？
他古典的天性使他一生都活泼开朗。在生活中，赵露思表现出的特质与别人眼中的她相似。Lucy 和她的同龄人共有的性格特征包括她参与了她天生要扮演的角色。她宣称，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奇特的人找她参加表演试镜的原因。由于我的性格很受欢迎，人们认为我非常活泼和精力充沛。由于工作量，我自然会这样做。但是我的孩子赵露思是1998年出生的，她没有多少空闲时间，在家拍戏不忙的时候就看剧，我偶尔休息时也会做饭。赵露思绝对热爱中国传统文化，小时候在四川成都长大，她学的是古筝。她还说，穿古装让她学到了很多戏剧制作方面的知识。此外，在表演国子监和三千鸦杀的舞蹈时，她表现得非常自豪。为了拍戏，我在国子监的元宵节期间练习了武术和特定的舞蹈。由于每部戏的元素各不相同，因此需要不同的做法。以前，乐言是个很懂礼仪的公主，她的老师从她那里学到了唐朝的礼仪。杨洋面相解析，之前粉丝也说了半天要看杨洋的颜值分析。其实我觉得他的帅气可以追溯到《红楼梦》时期，只是没想到这小子以后会变得这么帅，这么受欢迎。你看他的额头高、宽、丰满、整齐，这样的额头想必运气好，名气早。然后他的眉毛其实更粗了，很英气的眉毛，虽然整体的长相，尤其是早期的时候有些秀气，但是这样的眉毛，他的内心还是有刚毅的一面的，情绪沉重的同时也带着几分大男子主义。你可以注意他的眼神，很有穿透力和凝聚力。他现在的眼光，对自己的事业非常有野心，对自己有着清晰的规划。一起来看看他刚出道时的这3只眼睛吧，它们比较简单透明，但还是很有灵性的。他的眼睛从来不是我之前提到的一些明星的眼睛，迷茫感非常强烈。杨洋的目光被吸引了进来，很是稳定。感情上，他不是那种见女人就无动于衷的人。如果对方各方面都不是很优秀，他是不会轻易爱上对方的，也很谨慎。虽然他的眼睛水汪汪的，但是卧蚕很明显，而且他的运气很好。他也不是一个容易和别人扯上一些暧昧关系的人。肌鼻方面，山根的鼻头和鼻翼做得很好。中年男人一定事业运、财运都不错。你可以注意他的耳朵，虽然比较瘦，没有耳垂，但是他的耳朵很大，内外耳的轮廓也很清晰。耳朵能支撑他的事业志向，说明他的身心条件都不错。早年的他还在事业上忙碌，耳朵也不是那种安享乐乐的耳朵，更多的是要靠自己打拼的类型。然后在法庭上，嘴巴的唇峰和唇纹非常明显，嘴巴的宽度也很宽。他虽然不是话多的人，但说话得体也不会让人不高兴。比起早年，颧骨和下颌骨都比较舒展，更有力量感，所以比起早年更有野心。和当初相比，现在的杨洋更加嚣张了。当然，这样一来，有些想亲近他的人会被千里之外拒绝。不过好处是，那些他认为自己不喜欢的人，心思不正的人，自然不敢涉足。之前我也说过，有些明星的眼里有一种浓浓的迷茫感，那样的话，形形色色的人会出于各种目的试图接近你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总的来说，我很看好杨洋未来的事业。我觉得他有在娱乐圈走红的颜值，希望他以后越来越成功。